内娱这么多年，能真正配得上世纪同框这4个字的场面其实屈指可数，但肖战与王一博这次在官方舞台上的再度交汇，确实是实打实地把热搜和直播平台的数据池给填满了。18亿的阅读量，千万级的实时围观，这些数字背后早就不是单纯的明星效应或剧播余热，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维度的情感共振。从当年《陈情令》里的夏日限定，到后来各自在影视、音乐、时尚赛道里摸爬滚打，再到如今真正意义上的顶峰相见，这对组合早就完成了从流量绑定到个体成熟的蜕变。你看他们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应了粉丝那句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我个人觉得，每次看到这种级别的同框引发全网刷屏，总会忍不住感慨，内娱的 CP 文化早就不是当年那种磕一口就散的快餐式消费了。它变成了一种长期的情感投资，观众和粉丝在岁月里看着他们从青涩走向沉稳，这种陪伴感才是最抓人的地方。咱们不妨想想，为什么时隔多年，一个同台画面还能撬动这么大的声量？其实不是大家还在沉迷过去的滤镜，而是这两人各自把路走宽了，把作品立住了，反而让同框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有行业分量的文化事件。说到粉丝的显微镜式磕糖，这确实是当下互联网饭圈里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生态。你随便点开社交平台，从两人多次穿着同款不同尺码的衬衫被推测为共用衣橱，到肖战发布带有红绿月亮符号的图文被瞬间破译成专属暗号，再到大量老粉一帧一帧拉片场花絮、对口型、卡时间点做二创，这种近乎考古加密码学的玩法，外人看着可能觉得有些夸张，但放在今天的数字媒介环境里，其实特别能理解其内在逻辑。现在的粉丝早就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看客了，他们是内容的共同生产者，也是情感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每一个被放大的细节，本质上都是群体心理的投射。我个人的感受是，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当代年轻人对纯粹关系与长期陪伴的某种精神渴求。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实里，大家愿意花时间去拆解一个符号，还原一段幕后，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一种未被言明的真实。当然，咱们也得客观承认，过度解读确实存在，有时候连一个镜头的光影都能被赋予太多戏剧性。但换个角度看，这不正是互联网时代文化参与感的极致体现吗？粉丝在用他们的创意和热情，为原本已经落幕的故事续写另一种叙事可能。这种二次创作的能量，如果能在边界内良性运转，其实能反哺整个内容产业的活力，真正让这对 CP 在无数争议与舆论漩涡中依然能站稳脚跟的，其实不是那些情感叙事，而是粉丝群体把这份热爱转化成了实打实的社会价值。你看博骁爱心联盟累计捐款已超过6440万元，这个数字在内娱粉丝公益里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更关键的是，这些资金没有停留在账面上，而是真金白银的投进了教育帮扶、医疗救助、乡村基建这些硬核领域。让我挺触动的是，粉丝们还会把情感信仰具象化成一些很有仪式感的行动，比如以双人名义去普陀山祈福，或者在武汉的寺庙里点亮长明灯。说实话，我以前对饭圈公益多少带着点惯性偏见，总觉得容易流于作秀或数据化慈善。但当你看到项目落地后的反馈，看到受助学校发来的感谢信，看到医疗物资真正送到一线的时候，那种触动是实实在在的。这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健康的粉丝文化从来不是单向的供养，而是一种正向的能量循环。粉丝把对偶像的期待内化成了对自己社会责任的认知。你看，当6440万不再是一个冰冷的传播数字，而是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孩子，一次次及时的救助，这种文化现象就已经超越了娱乐范畴，成了当代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独特路径。咱们做文化观察的，真的不能小看这种为爱发电背后的组织力、透明度与执行力。说到大家最关心的二搭，现在网上有个话题特别热，谁二搭会轰动娱乐圈？结果一统计，超过 30% 的网友直接把票投给了博君一肖。粉丝们甚至自发搞出了春晚小品剧本、都市剧漫画分镜，把期待值直接拉满。这种热情我完全能理解，毕竟谁不喜欢看老友重逢、默契依旧的戏码呢？但咱们也得冷静下来聊聊行业现实。影视制作从来不是粉丝许愿池，剧本打磨、演员档期、平台规划、商业回报、题材审查，哪一环都得精打细算。两位现在都是能扛收视、能扛票房的成熟演员，接戏的考量早就不是热度优先，而是角色适配加创作团队加市场定位。我个人觉得，与其天天催什么时候合体，不如看看他们各自现在的作品质感。
肖战在现实题材与证据里的沉淀，王一博在动作类型与作者表达上的突破，其实都在证明同一件事，他们早就过了需要靠 CP 标签来维持基本盘的阶段。这种去标签化的过程，恰恰是对彼此职业生涯最好的尊重。当然，粉丝的期待是市场情绪的风向标，制作方如果能巧妙地把这种国民度转化为创作灵感，而不是简单消费情怀，那出来的作品才不会翻车。你看，真正的好合作，从来不是为搭而搭，而是水到渠成，把视角拉远一点。博销现象给内娱留下的，其实是一套关于如何与受众共处，如何管理 IP 生命周期的鲜活样本。6年时间，他们经历了剧播爆红、舆论风暴，各自转型，最终把顶流这2个字熬成了国民度、商业价值和庞大粉丝共同托底的基本盘。这在内娱其实挺难得的。你看现在很多 CP 剧播完就迅速解绑，生怕被反噬，结果反而显得生分，而他们选择的是一种保持距离但彼此成就的路径，不刻意营销，也不刻意避嫌，把话语权交给时间和作品。说实话，我觉得这才是聪明做法。内娱这几年一直在喊去饭圈化，但真正要做的不是消灭粉丝文化，而是建立规则，引导理性，让情感表达有更健康的出口。你看国销粉丝把课堂的能量转向公益，转向二创，转向对专业作品的期待，这其实就是行业生态自我优化的缩影。如果平台、制作方、经纪公司都能从这个现象里学到一点，别把粉丝当韭菜，别把 CP 当快消品，而是当成一种长期的文化资产去经营，那内娱的 IP 生命周期绝对能拉长不少。我个人一直觉得，好的娱乐工业应该允许浪漫存在，但更要懂得用专业和边界去守护它。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他们未来真的会迎来万众期待的二搭吗？我觉得，与其执着于会不会，不如把目光放在值不值。当2位演员都在各自的赛道里闪闪发光，当他们的名字已经足以撑起一部作品的底盘，合作就不再是粉丝圆梦，而是行业选择。如果有一天真的同框，那一定是因为剧本够硬，导演够懂，时机够对，而不是为了迎合热搜。而这种独特的粉丝文化现象，给内娱最大的启示，或许就是情感可以有温度，但产业必须有底线。6年时光，足够让一场夏日限定的梦，沉淀成一场细水长流的同行。你看，真正的顶峰相见，从来不是站在同一个领奖台上，而是各自翻山越岭后，还能在更高的地方相视一笑。至于未来会不会再有那个世纪同框，时间会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他们还在认真演戏，只要粉丝还在用善意和理性守护这份热爱，这种文化现象就不会只是昙花一现，而是会成为中国娱乐产业迭代过程中一个值得被反复书写的注脚。咱们就静静看着吧，好戏从来不怕晚。